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历史探秘阁。提到古典小说巅峰，谁的故事能比《红楼梦》更耐人寻味？书里大观园的繁华，荣国府的兴衰，像一场醒不来的梦。可藏在文字背后的原型密码，却比小说情节更震撼。书中贾府的奢华生活，竟与康熙朝江南第一家曹家高度重合。曹雪芹笔下的抄家之痛，正是曹家从鼎盛到衰落的真实写照。甚至书里的元妃省亲都能在曹家史料里找到对应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《红楼梦》不是虚构的传奇，而是一段被文学化的家族史。要解开《红楼梦》的原型之谜，得先从曹家的辉煌往事说起。曹家并非普通官宦世家，而是康熙皇帝最信任的包衣世家。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早年跟随顺治皇帝入关，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江宁织造。祖父曹寅更是康熙的发小，两人一起长大。康熙南巡时曾4次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府，这份恩宠在整个康熙朝都极为罕见。江宁织造看似只是负责为皇室采办丝绸的官职，实则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眼线，还要暗中收集地方官员的动向、民间的舆情，甚至负责联络江南的文人墨客。凭借这层特殊身份，曹家在江南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。江宁织造府的奢华程度，连一些王爷的府邸都望尘莫及。史料记载，曹寅招待康熙南巡时，单是一场宴席就用了上百道名菜，府里的丫鬟仆人多达数百人，连日常用的茶杯都是纯金打造。这与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钟鸣鼎食之家、诗书簪缨之族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。最让人惊叹的是，《红楼梦》里的很多情节都能在曹家历史中找到原型事件。比如书中元妃省亲的重头戏，描写了贾元春从宫中回到荣国府，全家上下迎接，场面盛大却暗藏伤感。这段情节的原型极有可能是康熙南巡时驾临江宁织造府，曹寅作为主人迎接康熙，既要展现家族的荣耀，又要小心翼翼伺候，生怕出错。而康熙虽然对曹家恩宠有加，但君臣之别始终存在。这种既亲近又疏离的氛围，与元妃省亲时虽骨肉相见，却需恪守宫廷礼仪的描写高度契合。更巧的是，元妃省亲时提到当日寄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而曹家也有女性进入宫廷。曹寅的女儿曾被选入宫中，成为康熙的嫔妃。这段经历或许就是元妃形象的来源。再看《红楼梦》里贾府抄家的情节，锦衣军突然闯入荣国府查抄家产，昔日繁华瞬间崩塌。这段描写的背后是曹家真实的灭顶之灾。康熙去世后，雍正皇帝继位，开始整顿吏治，清查亏空。曹家因常年招待康熙南巡，加上曹寅晚年管理不善，欠下了巨额公。雍正虽然知道曹家的功劳，但为了推行新政，还是下令抄没曹家财产。雍正6年，江宁织造府被查抄，曹家子孙被流放，曾经的江南第一家就此衰落。这与《红楼梦》里好一似石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，简直如出一辙。曹雪芹当时虽然年幼，但亲眼见证了家族的衰落。这段痛苦的记忆成了他创作《红楼梦》的核心动力。除了大的情节，《红楼梦》里的生活细节也处处透着曹家的影子。比如书中描写的茄鲞，做法极为复杂，把茄子去皮切成丁，用鸡油炸过，再用鸡肉、香菇、笋干等配料慢炖，最后用香油封存。这种奢华的吃法并非曹雪芹虚构，史料记载，曹寅家的宴席上确实有许多类似的精细菜肴，甚至有一道松鼠桂鱼要经过10几道工序才能完成，只为追求口感的极致。再比如书中提到的通灵宝玉，上面刻着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而曹家曾有一枚传家的玉佩，上面刻着寿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虽然文字不同，但都承载着家族对长久兴盛的期盼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《
红楼梦》里的人物也能在曹家找到对应的原型人物，比如贾宝玉的形象，很可能融合了曹雪芹自己和曹寅的孙子曹雍的经历。曹雍从小在江宁织造府长大，锦衣玉食，身边围绕着众多丫鬟小厮，却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，反而喜欢读书写诗。这种叛逆的性格与贾宝玉乖僻邪谬、不近人情的特点十分相似。而林黛玉的体弱多病、才华横溢，则可能借鉴了曹寅的侄女。这位曹家小姐自幼体弱，却擅长诗词，可惜早逝。曹家人对她十分惋惜，这份惋惜或许被曹雪芹写进了林黛玉的命运里。不过，《红楼梦》并非完全照搬曹家历史，而是艺术化的改编。比如曹家的祖籍是辽阳，而书中贾府的祖籍是金陵。曹家被抄家后，子孙流放，而书中贾府被抄家后，贾宝玉出家为僧。这种改编既保留了家族史的核心情感，又加入了曹雪芹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思考。有学者认为，曹雪芹之所以不直接写曹家历史，而是用贾雨村言的方式创作《红楼梦》，是因为曹家的衰落与雍正皇帝有关。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朝，直接描写会引来杀身之祸，用小说的形式藏史于文，既安全又能表达自己的心声。随着对曹家史料的深入研究，越来越多的原型证据被发现。2014年，考古工作者在南京江宁织造府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，其中有一件青花缠枝连纹碗，碗底刻着“荣国府”3个字。虽然这不能直接证明贾府就是曹家，但至少说明曹雪芹在创作时确实参考了江宁织造府的生活场景。此外，在曹家留存的书信中，有一封曹寅写给康熙的奏折，提到府中人口众多，费用浩繁，这与《红楼梦》里王熙凤说的家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的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能成为古典小说的巅峰，不仅因为它的文字优美、情节动人，更因为它藏着一段真实的家族史，一段真实的时代史。曹家的兴衰是康乾盛世的一个缩影。康熙朝的恩宠让曹家走向鼎盛，雍正朝的兴盛让曹家走向衰落，而乾隆朝的稳定又让曹雪芹有机会回忆这段历史，创作这部小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部用文学写就的曹家史，用故事记录的康乾盛世。如今，每当人们重读《红楼梦》，看到大观园的繁华、荣国府的衰落，都会想起曹家的往事。那些文字里的喜怒哀乐，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命运，更是曹雪芹对家族、对时代的深情回望。或许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的魅力。它让我们在欣赏文学之美的同时，也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看到这里，你肯定也有想说的。你认为《红楼梦》里还有哪些情节可能来自曹家历史？如果曹家没有衰落，曹雪芹还能写出《红楼梦》吗？快来评论区聊聊，咱们一起深挖历史里的红楼原型密码。